係咁網友，即係如果大家早一兩日仲有懷疑委內瑞拉嗰個現行政權啊，嗰啲人係咪會屈服呢？你而家可以毫無疑問啦。呢個 Donald Trump 呢，除咗會打佢哋之外呢，仲鏈住咗佢哋嘅荷包，佢哋呢就焗住要將佢哋最值錢嘅嘢呢就交咗俾 Donald Trump， 以後呢係冇得作反嘅。大家聽下我嘅解釋啊。好啦，嗱，有間新鋪喺馬鞍山，扭蛋呢就已經全線完晒㗎啦。而家呢淨係馬鞍山鋪有，點解呢？因為新鋪啊，大家唔慣啊，希望大家呢去下支持馬鞍山鋪。馬鞍山鋪就係由呢個1月9號到1月25號嚇，16日，嗰啲獎品當然係好豐富啦，唔使講啦，乜嘢都有齊㗎啦。呢個就係乜嘢都有齊，臘腸啊，呢個 NMN 啊，乜嘢都有，呢個係各式各樣嘅嘢啊。個地點喺邊度呢？馬鞍山新港城呢個第4期3樓3009B 鋪，呢度係馬鞍山路啊，呢邊馬鞍山路，呢個馬鞍山站，大家快啲去支持下。呢個係佢有抽扭蛋啫，呢個就係2026年1月7號，大西洋海域出現咗樣精彩嘅軍事對峙喎。呢個咧令我諗起咧，呢個係美俄嘅軍事對峙喎。諗翻起美蘇嘅軍事對峙，就係喺古巴危機爭啲打仗嗰次啊。美國而家睇俄羅斯淪落到咩階段？美軍係完全唔睬俄羅斯啊！哇，當日好緊張，美蘇嘅對峙係，而家當你俄羅斯係臭四啊！強行查扣咗艘巨型郵輪嚇，被美軍鎖定嘅原本呢隻嘢咧叫貝拉1號。過去2個禮拜，佢喺大西洋瘋狂逃鼠，意圖衝破美國對委內瑞拉嘅石油嘅封鎖網啊，係咁樣走嘅。佢以前有運過伊朗油啊，有運過伊朗油。佢而家咧就走嚟呢度，預備運委內瑞拉油。突破唔到美軍嘅封鎖，於是佢就向北走，俾美國海軍一路追住佢。為咗逃避追捕咧，好少化妝啊！船員喺航行途中咧變裝，自己咧喺個船身游咗支俄羅斯國旗，將個船更名為 Marinera 號，希望人哋唔認得佢喎。即係等於幾十年前我見過。有一個人蠢到咧，係攞個絲襪笠住自己去打劫家姐間屋，以為人哋唔認得佢。呢個係俄羅斯當局採取極不尋常嘅舉動，緊急給予該船臨時註冊，掛俄羅斯旗啊，然後派一艘核潛艇同軍艦喺旁護航。哇！呢個都嚴重啦啩？嗱，我去到呢度我先解釋啊，呢隻船咧。呢啲黑色嘅呢啲咁嘅黑暗郵輪呢，係有幫俄羅斯運油嘅，而呢啲咁好賺嘅生意呢，一定係同普京有關。去到呢度，呢班人就求普京保護佢哋。普京呢，因為呢啲黑色郵輪背後嘅人呢，同普京有關係。普京好，我保護你哋，緊急俾你註冊俄羅斯，用俄羅斯旗。而且用軍艦同核潛艇嚟到護航，睇你美軍跌咁點，就咁啦。點不知點呢？呢啲防禦手段啊，喺美軍嘅決心面前形同虛設。美國海岸防衛隊同特種部隊無視俄軍嘅存在，直接喺大西洋中心發動突襲。美國嘅海豹突擊隊或者特種應變小組游繩落去，控制咗駕駛台。有啲俄羅斯人啦，有好多國船員唔敢抵抗，梗係啦。哇！俄羅斯外交部跳舞咯，你攻擊掛俄羅斯國旗嘅船隻係非法行為，要求確保船上嘅俄羅斯公民嘅安全。咦？唔敢攞翻隻船。嗱，
原理上喺公海度，如果去搜俄羅斯嘅船，邊個國家嘅船係要嗰個國家同意，但係呢，佢話唔係，美國嘅立場就咁。呢個船喺航行中更改國籍，係無國籍嘅海盜船，你夾硬改個國籍，而且有司法扣押令，因為呢艘係就制裁嘅船，美方行動完全符合國際海洋法嘅規劃，你就可以知道俄羅斯嘅國際嘅地位去到邊度。美國而家完全唔卸你嘅俄羅斯，以前呢咁樣嘅對峙呢，美國真係唔敢嘅。呢個係貝拉1號係艘典型嘅影子船隊，船好舊，所有權唔透明，長期關閉咗佢嗰套定位系統，喺海上進行非法嘅船對船轉運。數據顯示過去幾年呢，佢累計向中國運送咗超過730桶伊朗原油，370桶委內瑞拉原油，賺好多錢喎！1000桶原油啊，賺好多錢啦！呢個就係1000萬桶原油，一桶賺10蚊，咁樣賺1億美金咯！呢個就係呢次被扣押前呢，佢剛啱喺委內瑞拉外海試圖裝載石油，但係俾美軍嚴密封鎖後失敗，空倉逃署，結果被捕。呢個係同一時間，美軍仲喺加勒比海扣押咗另一艘 Sofia 嘅油輪，即係呢委內瑞拉對外賣油嘅途徑全部斷絕晒啦。佢哋用晒所有方法，意圖賣油，冇辦法賣到，賣唔到油呢，佢就係冇外匯，冇錢出糧，亦都咧冇錢買所有必要嘅物資。美國戰爭部長海格塞斯喺社交媒體強硬表態，無論喺世界邊個角落，針對委內瑞拉非法石油嘅封鎖令全面生效，永遠捉到你。喺軍事打擊嘅同時呢， Donald Trump 宣布咗個重磅經濟計劃，美國直接接收委內瑞拉境內5000萬桶原油，並將其變現。嗱，呢個係乜嘢呢？呢5000萬桶原油呢，係委內瑞拉攞咗未曾運出去嘅原油，而家佢哋運唔到出去，咁呢，就係將呢啲呢，嗰啲委內瑞拉政府呢，呢啲原油賣唔到出嚟，就冇外匯。而家呢，美國不但只可以將你哋斬首，將你哋拘捕，你仲完全冇晒錢喎，咁點出糧呢？呢個係啲軍隊係。點入買必要嘅物資呢？點買食物呢？於是呢個係委內瑞拉政府，因為呢個呢，因為喺岸上面嘅係要委內瑞拉政府 surrender 咗俾美國，同意咗由美國接管咗呢啲原油，呢個就係，所以委內瑞拉政府呢已經係唔會抵抗噶啦。我諗啊，早幾日我咪講嘅，佢哋喺度傾緊呢一個。嗰啲投降嘅條件啊，即係咧係會獲得呢個豁免啦、赦罪啦，同埋保留一部分資產咧，傾到七七八八，佢哋就交咗啲原油出嚟。呢個咧係投名狀嚟嘅。呢批原油價值25億美金嚇。Donald Trump 話呢筆錢入一個佢親自控制嘅美國 account， 白宮直接監督呢筆錢點樣用。你哋要想攞錢就要聽我話，我不但只可以打你哋，我仲控制咗你哋嘅出糧。咁你冇人敢唔聽話，因為你冇嘢出糧，冇物資俾啲軍隊呢，啲軍隊就會話變㗎咯。美國能源部長賴特進一步闡述，華盛頓唔係暫時接管啊，係無限期控制委內瑞拉未來嘅石油銷售同現金流，所有外匯1毫子都要經過華盛頓。所以係冇得惡嘅呢單嘢。國務卿魯比奧直言，呢個維保資金唔會流入貪腐官員嘅口袋，亦都冇得益拎嚟同美國作對，而係推動委內瑞拉勢在必行嘅改革同國家重建。即係呢，做乜嘢用錢一定要問白宮批准，咁你只可以個副總統同白宮講，白宮呢就監督個副總統。即係有啲要離開委內瑞拉嘅就離開啦，呢個就係
就俾豁免佢啦。呢個就係其他啲邊人要炒嘅，完全聽白宮講點樣改革。實際上委內瑞拉失咗經濟自主權，佢嘅國家命脈已經俾美國徹底捏住。呢個係唔係因為武力去打佢嘅問題，而係美國真係徹底封鎖咗佢，佢冇辦法。任何石油收入嘅分配咧，要經過華府批准喎。呢個又讓委內瑞拉嘅石油翻去美國懷抱。Donald Trump 星期五喺白宮召見雪佛龍、Exxon 同埋漢菲三大巨頭 Conoco 商討投資大計。呢啲美國公司過因為制裁同埋資產沒收而撤離，而家咧 Donald Trump 咧打算用美國納稅人嘅錢提供補貼，叫佢哋翻去。美國首先向佢哋提出安全保證，你哋入去嘅錢咧，我保證你哋。咁呢個佢哋唔放心喎，因為咧 Donald Trump 會落台噶嘛，下個總統又轉咗，咁點搞咧？咁所以咧，美國政府佔一啲錢俾佢哋，將來喺石油收入嗰度咧扣，其實就咁解。專家估計要修復委內瑞拉千瘡百孔嘅石油基建，未來10年每年要100億美金，總成本恐怕要1000億美金。即係咧，美國政府可能先撥200-300億美金嚟到俾佢啟動，然後嗰啲多咗嘅石油產能咧，譬如話每一桶油咧就收翻10蚊俾美國政府，咁一年如果多到200萬桶油咧，咁就多咗呢個200萬桶油，咁啊2000億嘅喎，2000萬嘅喎，唔係200萬桶油，每桶一日喎，哦，咁啊好多錢，抽5蚊就好多錢。嗱，我哋睇下委內瑞拉嚇，最多時接近400萬桶嘅，而家剩翻80萬桶，嚇。好，我計條數先，我就計條數啦。如果一日多200萬桶油，200萬桶，每桶收5蚊咧，就1000萬，1000萬一日，呢個係嚇。咁咧就係200萬桶，1000萬一日。如果10蚊咧，就2000萬一日，一年咧就60幾億，咁樣咧還10年，啊，咁樣嚟就抽錢還，咁咪得咯。呢個就係呢場變局啊，係中國地緣政治嘅重大挫敗。最好笑咧，就係馬杜羅被拉前1個鐘頭，嗰個中國特使先至話同佢簽咗600項協議，深化改革，全面合作。之前中國吸收咗委內瑞拉80%嘅石油出口，嗱，呢個就係咁，本來佢係咁出口嘅。以前喺2015年係美國大部分嘅，去到呢度壓到咁。Donald Trump 上台呢度咧就放翻鬆一啲，因為驚通脹。其實呢度拜登開始放鬆啊，而家咧80%去中國嘅，呢個係呢啲廉價嘅重質石油啊，係中國山東煉油廠嘅重要原料。而家供應鏈俾美國切除，中國煉油業咧大鑊，因為咧唔係所有煉油廠都係可以煉呢個重質石油嘅。我陣解釋俾大家聽，中國山東呢啲咧係特登唔係國營嘅煉油廠，係民營嘅煉油廠，一定係美國中國政府借好多錢俾佢啦，改裝咗 billions of dollar 嚟到買呢啲廉價嘅委內瑞拉石油嚟到煉嘅。嗱，外國公司邊個控有呢個委內瑞拉嗰啲油嘅權利咧？哦，大鑊嚇！中海油、中國呢個係俄羅斯嚇，雪佛龍喺呢度佔咗少少嘅啫。呢個就係嚇中國啊，係佔咗幾多咧？呢兩個係30億桶，30億桶。更致命嘅金融風險，北京過去通過石油換貸款向委內瑞拉提供咗600億美金嘅融資，唔知還咗幾多錢。佢係還咗啲嘅，扣咗啲嘅。但係咧，馬杜羅去北京，譬如嗰次越軍啊，呢一個係第2次世界大戰越軍啊，馬杜羅去出席咧，就收到50億美金嘅貸款，來來去去呢個係秘密嚟嘅。呢個究竟爭中國幾多錢？
而且仲有幾個大基建計劃係爛咗尾嘅。中國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下令緊急指令，要求各銀行立即申報你究竟委內瑞拉爭你幾多錢。其實好多都係我諗喺開發銀行，顯示北京對潛在嘅違約潮深感驚恐。我諗係有幾百億啊！佢加埋有個發電站嘅，一旦美國接管石油收入，美國嘅債權人呢就會攞到錢先，中國嘅1000億權限就變咗冇咗石油，變咗廢紙，都唔會認啦，點還啊？呢啲係中國外交部表態維護喺委內瑞拉嘅合法權益，但對於美軍嘅航母同封鎖線呢，除咗噏下之後呢，冇反制手段。呢場由華盛頓發動嘅能源閃電戰，不但只捉咗馬杜羅，仲切斷咗中國喺拉美最重要嘅能源供應，係嚴重打擊咗中國嘅利益。呢個就係好啦。對於俄羅斯同中國，潛艇護航都冇用，石油資產被奪，佢哋喺西半球嘅影響力呢，跟住馬杜羅倒台而煙消雲散，跟住就到古巴。一定搞古巴。嗱，我再解釋俾大家聽，重油同埋輕油。重油咧就係委內瑞拉就代表嚟嘅，係好濃嘅，就喺地，唔係好似輕油咁，你吉支管落咧佢會走出嚟嘅。輕油我哋叫 light crude、sweet light crude 係乜嘢咧？就係輕油。而係好少收發同埋鈉質嘅，最靚咧就係沙地阿拉伯嗰啲，分子鏈短、雜質少，普通煉油廠好快就高比例成品油，現金化快。重油係點咧？委內瑞拉係，伊朗有，俄羅斯有，加拿大分子鏈好長，硫同金屬雜質好多，要焦化。要燒一燒佢就曲，加氫劣化，複雜裝置，加工成本高，油價一跌咧就死先。呢啲咁嘅煉油咧，佢要煉20-30蚊嘅，要煉成20蚊嘅。呢啲 process 咧好貴嘅，要20蚊嘅，呢個係嚇。但係咧嗰啲重油咧，就多咗一樣嘢嘅，佢就有嗰啲byproduct咧就有瀝青係重油出嚟嘅，然後咧佢仲多好多 chemical 嘅 composition 咧，可以做好多化工嘅嘢嘅。點解即刻加拿大股票跌？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咧美國啊海灣岸嗰啲廠咧就係煉重油嘅，煉重油啲成本好平，但係你又好辛苦好貴煉出嚟，但係咧個 profit margin 好高喎。委內瑞拉重油如果俾美國盜回灣岸，市場立即重估，同樣供應重油嘅加拿大會被擠出邊際，因為咧加拿大嘅重油，你呢個咧就係喺呢個 Texas 嘅，喺海岸嗰度。加拿大嘅重油咧冇 pipeline 由加拿大可以落到去，而且重油都好難行 pipeline， 係要行船落去嘅。你個價錢冇辦法同委內瑞拉鬥，於是加拿大冇人幫佢煉，加拿大重油折價走闊，能源板塊成額跌咗5%。中國大鑊，中國一啲煉油廠又要獨立煉油廠，就係中國政府俾咗好多錢佢哋，愛嚟過去10幾年咧不停煉委內瑞拉重油，係好賺嘅。食嘅係折價重油同酸油嘅利差。如果委內瑞拉俾中國切斷，伊朗又冇咗，俄羅斯可唔可以俾佢呢？唔得，點解啊？俄羅斯喺西伯利亞係靠油管落嚟嘅，個油管運作係有限度嘅，要將嗰啲重油運到岸邊上 oil tanker 落嚟咧，個成本好貴，買唔到呢啲油喎。結局就係開工率下調。原料結構被迫升級，被壓到出清，呢個就係嗰啲廠差唔多要 write off 咁滯。
美國將石油武器化到第二層，唔止控制供應鏈，控制制裁國家嘅外匯生成機制。而重油市場呢，因為煉廠嘅專用性強，供應一挪移，價錢折舊同受害者嘅排列立即重排。加拿大首先中槍，中國就要靠伊朗。如果伊朗瓜咗，俄羅斯保唔到，中國成班煉油廠要執笠，山東煉油廠。好啦，嗱呢隻嘢一出就好受歡迎，我哋啲網友咧就好識嘢嘅。我哋呢隻 MNN 含有 NMN、白藜蘆醇、亞精胺、TMG、維生素，嗰個份量係咁嘅。NMN 由400 mg 每日食2粒，去到450 mg。TMG 由30加到50，白藜蘆醇50加到100，亞精胺係10 mg，維他命 C 120 mg。嗱，點解咁樣擺法呢？嗱，呢份論文嚇，你入去個 QR code 度睇，文章探討3種抗衰老分子 MNN、白藜蘆醇同埋亞精胺點樣協同運作延緩衰老。NMN 加白藜蘆醇咧，就提升咗 NAD+，呢個咧就提升咗你嘅端粒體，等個細胞可以分裂，你唔會衰老嘅。比單獨用 MMN 咧高1.59至1.72倍。白藜蘆醇好似油門，而 NMN 咧就燃料，就令你咧 keep 住健康長後生嘅。然後 NMN 加亞精胺咧就啟動細胞自噬啊！食咗嗰啲老化嘅細胞，呢個就係食16:8嘅原理一樣。而 MNN 提升能量，改善線粒體。嗱，線粒體咧就係你身體嘅 energizer 嚟嘅，即係將啲糖轉成能量，係你繼承自阿媽嘅。線粒體發揮到威力，你就覺得自己唔會疲倦。亞精胺、白藜蘆醇咧，透過唔同機制促進細胞自噬增強認知功能，唔會老人痴呆症，減少發炎同埋抗高壓嘅能力。好啦，第2篇 Life Extension 亞精胺同 NAD+。NAD+ 係來自 NMN， 主要係細胞嘅能量。亞精胺負責細胞清理，呢個自噬，清除嗰啲受損及老化嘅細胞，等細胞年輕。兩者功能唔重疊。一個負責能量供應，一個負責廢物清理，協同都會有自噬作用，防止衰老。大家睇睇好嘛？嗱，好啦，呢個 Dr. Bargo 係乜嘢咧？呢間咧就係韓國出名嘅積雪草亮白緊緻微針精華100同300。呢個護膚品牌咧係用獨特嘅Sika Needle積雪草微針而出名嘅。佢透過微小嘅天然針體，將嗰啲營養素導入你嘅基底，係醫毛孔放大啊、細紋啊、顏色不均勻啲咁嘅嘢。主要產品包括呢個 Needle Shot 100同300，適合需要深層補水嘅人。使用2個禮拜，每個晚上輕鬆吉下咧，幫助導入精華，效果就會更加吸收。你仲係為毛孔粗大、膚色暗啞而煩惱？韓國醫美級極細微針針字體科技嚟到香港啦。嗱，佢有2種微針，8大核心成分，有積雪草啦，呢個係煙胺酸啦。線金啦、維他命 C 啦、米萃取精華啦、白藜蘆醇啦、天然植物亮膚劑，2種強度嘅。Needle 100咧就係溫和型，適合敏感肌膚同新手每日使用嘅180蚊啫。Needle 300高強度，針對粗糙毛孔，每個禮拜用2-3次，即係賣250蚊嘅啫。積雪草亮白緊緻微針精華係你居家嘅專業護膚首選。